to Hokkaido，都係收睇我哋湯圓爸媽的日本記錄。Hello， 大家好啊，我係湯圓爸。咁話咁快咧，北海道嘅雪季又要嚟臨啦。咁各位係咪已經準備好雪季嚟北海道玩翻轉呢？咁講到北海道嘅雪季啦，除咗去參加下啲滑雪活動啦、睇下雪景啦、行下雪祭之外咧，咁呢啲咧都係少不了大家經常去嘅活動嚟嘅。咁但係究竟雪季期間嚟北海道旅行嘅話，有冇啲咩特別嘅嘢係要事先準備好嘅呢？同埋同去日本其他地方旅遊有冇啲咩唔同？咁今集湯圓爸咧就準備一篇北海道旅遊嘅入門教學，分享下咧一啲我哋覺得咧嚟到北海道旅遊之前可以事先準備定嘅嘢，同埋一啲比較細微少少嘅注意事項。無論係第一次嚟北海道玩，或者已經嚟過好多次北海道旅行嘅你都好，睇完呢一篇分享之後咧，希望都可以幫到大家咁啊，令到大家嚟玩嗰陣時都玩得開心啲、安心啲。好，咁而家事不宜遲，今集嘅教學就要開始啦。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頻道嘅話咧，就快啲訂閱返啦！仲有唔好唔記得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啊！由湯圓爸媽主理嘅 Go to Hokkaido Travel 正式上線啦！如果嚟到北海道旅遊有需要機場接送、包車或者訂製行程計劃等等嘅話呢，就可以上返我哋嘅網站 www.hokkaido.com.hk 瀏覽詳情啦。首先，大家最關心嘅衣着問題方面啦，咁上年咧我都有拍過片分享過一篇咧，就係北海道一年四季嘅衣着教學。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一陣間睇翻我哋呢條片。今集咧我就會主要分享除咗衣着方面其他需要準備嘅嘢。咁呢啲日用品啦，其實大部分咧都可以出發前買得到嘅。或者咧已經喺大家屋企嘅常備用品之一嚟嘅，咁我哋而家即刻嚟睇下有啲咩需要準備嘅先。好，咁第一樣嘢要準備嘅就係呢個 body cream 啊。咁我估大家咧去出國旅行嗰陣時都好少會拎支 body cream 出街嘅，但係咧冬天嚟到北海道嘅話咧，呢一個咧可以話係必需品之中嘅必需品。咁因為北海道嘅雪季期間啦，喺室外嘅濕度咧就已經唔高噶啦，咁再加埋室內設施開咗暖氣之後嘅話咧，個人咧就會乾上加乾啊！咁好似我哋屋企咁樣啦，如果我哋係長開暖氣嘅話咧，最低嘅濕度咧可以去到得返30% 度。咁簡單嚟講，啲皮膚就好容易會爆擦同埋痕癢啦。咁所以我哋一沖完涼之後咧，就要將呢啲 body milk 或者 body cream 咧搽勻全身啊。咁咧大家最好咧就揾啲24小時嘅強力保濕嘅 body cream 啊嚇，咁就每日搽一次就夠頂一日㗎啦。好，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呢個 lip cream 潤唇膏。咁理由就同啱啱講完嘅 body cream 一樣啦。不過咧潤唇膏就要搽得更加密咁解，因為有時室外一出一入咧，就口唇咧就已經好似被抽乾所有水分咁樣啊。所以咧呢個潤唇膏咧點都要有一支旁身嘅。好，第三樣嘢咧要推薦俾大家就係呢個防曬太陽油啊！咁唔好以為呢啲防曬太陽油咧淨係夏天先需要用喎，咁冬天一樣要搽防曬嘅。點解咧？大家要理解一下咧北海道嘅天氣環境啦，因為北海道嘅地理咧就處於北方啦，咁一年四季咧都非常之大風嘅。雲少藍天多就係北海道美景嘅特色之一嚟㗎啦。咁但係咧
換嚟嘅話咧，就係太陽咧就喺冇遮冇擋之下直接曬落嚟啊！咁所以咧就極之容易被曬傷嘅。咁但係冬天又點咧？當然落雪期間咧，太陽就未必話會直接曬到落嚟身上面啦。但係變相咧，紫外線咧就會喺呢個白蒙蒙嘅雪地上面反射翻上嚟啊！咁啊一樣可以曬傷大家嘅皮膚嘅。咁不過冬天咧就因為大家都着晒長袖衫啊，又戴晒頸巾咁樣啊，包實晒自己咧，咁就不以為意啦。咁但係其實咧頭部咧包唔住嘅地方咧，都係要搽翻防曬嘅，咁啊以防喺雪地反射嘅紫外線咧就曬傷個皮膚，咁所以呢個都係必需品之一嚟嘅。好，第四樣嘢咧要準備定先嘅咧就係呢個太陽眼鏡。係啦，咁呢一個理由咧，其實就同啱啱所講過嘅太陽反射嘅原理咧，就同出一轍嘅。因為太陽光啦喺雪地上面反射起嚟咧，係比大家想象中係更加強烈嘅。咁就算太陽冇直接曬落嚟都好啦，咁因為啲雪咧係白色嘅關係啦，咁大家直望向啲雪地嗰陣時咧，硬係會覺得好殘眼嘅。咁而且啦，戴太陽眼鏡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好處咧，就係假如大家真係有需要喺一啲大風雪嘅環境喺室外行嘅話咧，咁呢個太陽眼鏡咧勉強都叫做可以擋到下啲風，咁啲風咧就唔使直接吹入眼嗰度就好辛苦嘅，可以減輕咧大家室外步行時嘅其中一個難處啦。咁如果大家係會揸車嘅話咧，就更加一定要準備啦呢個太陽眼鏡，因為咧長期望住啲白蒙蒙嘅雪地咧，咁其實係會增加雙眼嘅負擔嘅。咁如果日頭揸車嘅話咧，就記得一定要準備定呢個太陽眼鏡啦。好，咁下一個第五樣咧要準備嘅就係呢個便攜嘅熱水保溫壺啊！咁喺寒冬日之下，口乾嗰陣時啊，梗係想揾啖暖水濕下個口啦。雖知咧日本咧四周圍都係便利店同埋汽水機，咁但係咧冬天時分咧就未必好多地方都有熱飲賣嘅，特別係清水嚇，即係汽水機咧嘅熱飲通常都係熱茶啊、咖啡啊同埋熱檸檬咁樣。咁熱水賣熱水嘅汽水機咧，我啊真係未見過嘅。咁再加上北海道地大物博，有陣時咧 miss 咗一間便利店嘅話咧，大家真係可能要揸1個鐘頭車或者以上先至可以揾到第二間便利店。咁所以自備呢個保溫嘅熱水壺咧，裝少少熱水咧，可以話係冬天嘅必需品之一嚟嘅。好，去到第6樣嘢要介紹啦，就係呢個親暖包。咁其實呢一個咧暖包咧，就喺上次嗰條衣着片裏邊都有提過啦。不過咧就因為太重要咧，就容許我再介紹多一次啦。因為對我哋嚟講咧，暖包可以話喺北海道越冬咧最不可或缺嘅日用品之一嚟嘅。咁啊，暖包基本上就分咗2種啦，一種咧就係呢一個唔可以貼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可以貼嘅，咁可貼式嘅咧就係俾大家貼喺啲衣物上面啦。咁啊湯圓巴咧自己平時就會貼喺個肚上少少嘅地方，或者會貼喺大髀嘅位置。咁而不可以貼嗰一隻咧，咁我通常開咗之後咧就會放喺衫袋裏邊嘅。咁啊隻手凍嗰陣時咧就拎出嚟暖下手。咁啊，保溫嘅效果咧，真係超乎大家嘅想像啊！咁至於坊間咧，仲會有一啲咧，就係放喺個鞋裏邊嘅保溫鞋貼，即係鞋墊咁樣嘅。咁我覺得咧，嗰啲就冇乜用，因為之前我哋都買過2、3塊，咁但係都冇用過咁滯。咁啊，大家就可以因應翻自己嘅要求或者需求咧，就睇翻需唔要用邊一隻嘅暖包啦。好，咁去到第7樣嘢就係鞋呢方面啦。
咁呢一個咧，其實之前嗰條衣着片咧都有講過嘅，都係因為太重要咁啊，所以容許我咧就再同大家介紹多一次啦。咁非常之多嘅網友咧都會問阿湯圓爸就係話，究竟冬天嚟北海道嗰陣時有冇需要買定一對雪靴嚟北海道旅行呢？咁我個人覺得咧，如果大家只係話嚟北海道一個禮拜，又唔係話去啲咩荒山野嶺嘅話咧，又冇乜需要特登買對雪靴嘅。一來咧，大家喺北海道以外嘅地方咧，基本上就唔會點着。咁二來，如果話喺自己嚟北海道之前買定嘅話咧，個選擇又少，咁啊又貴啦。咁去完旅行之後咧，直頭冇乜幾可會着嘅。咁而喺市區同埋一般嘅大型景點咧，其實喺冬季嗰陣時咧，除雪都除得好密下嘅。咁所以咧，其實着一般嘅防滑嘅行山鞋都冇問題。咁啊，最緊要咧就係加咗一支防水 spray 嚇。咁呢一個防水 spray 咧，就係俾大家噴響個鞋面嗰度咧，就線水用嘅。因為咧落雪嗰陣時，啲雪揼咗響對鞋面，如果你唔防水咧，咁啲雪溶咗就會滲入對鞋裏邊咧，咁啊隻腳就會好凍噶啦。咁呢一個咧，其實上次嗰條影片都有講過嘅。如果大家係冇準備到呢個雪靴嘅話咧，淨係着防線嘅行山鞋咧，就記得一定要噴翻層防水 spray 啦。咁基本上着住一般嘅防滑嘅行山鞋都冇問題啦。因為可以咁樣同大家講，就算係雪靴都好，都唔係萬能嘅。要跣低嗰陣時，無論你着幾貴嘅雪靴都好咧，都一樣會跣低嘅啫。咁所以咧，結論上面咧就係話一對行山鞋加支防水杯、防水噴霧咧就已經夠頂有得㗎啦。咁反而要注意嘅咧就係大家喺室外步行嗰陣時咧，就一定要揀路行。咁點為之揀路行咧？其實我之前咧喺 IG 同埋 Facebook 咧都有貼過一篇文嘅，就係大家要揀咧，就一定要揀啲除咗雪嘅石屎路嚟行。咁或者咧就係跟地面有人行開嗰啲腳印嚟行，就千祈唔好行所謂嘅黑冰路，即係見到一啲半透明嘅咁啊，好似冰狀咁嘅路咧，就千祈唔好行，因為就算係有雪爪嘅鞋或者着住雪 boot 都好咧，你行上嗰啲黑冰路咧都真係保你唔住嘅。咁呢一樣咧就可以睇翻我哋呢一個 post 啦。好，咁最後要講嘅咧，可以話係番外篇嚟嘅，未必個個人啱用。咁但係如果大家係好似湯圓爸咁樣要戴眼鏡嘅話咧，又預定會喺室外活動嘅時間又長又多咧，咁大家最好咧就準備呢個隱形眼鏡。咁其實咩牌子都冇乜所謂嘅。咁因為點解要用隱形眼鏡唔戴眼鏡咧？因為室內外嘅溫差就好大嘅喺北海道。咁眼鏡隨時就會由室內去室外嗰陣時咧就會起晒霧氣，調翻轉一樣嘅啫都係。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係冇隱形眼鏡要戴眼鏡嘅話咧，咁就一定要有一個 second option， 就係呢一個防霧氣嘅眼鏡清潔劑啊。不過咧，呢啲眼鏡清潔劑咧個效果咧就冇想象中咁好嘅，不過就叫有好過冇咁解。所以如果大家係平時有戴開隱形眼鏡嘅話咧，咁旅行期間最好咧都係用隱形眼鏡就會好啲嘅。好，咁講完人體需要準備嘅嘢啦，咁啊輪到機器篇啦。咁以下落嚟咧就係手機篇。首先咧，相信大家出國去旅行嘅話咧，好多時都自己部手機都一定要上到網啊嘛。咁起碼就係話去旅行期間都可以揾下嘢食啊，或者揾下啲路點樣行咁樣。咁呢啲旅行 SIM 卡咧就係必需品之一嚟嘅。咁而家即係出邊街有咁多款旅行用嘅 SIM 卡啦，咁我都其實唔係好知邊款好。唯一可以建議俾大家嘅咧就係話最好揀翻咧就係有 5G 啦，同埋係無限數據嘅 SIM 卡。
因為特別係即係會自駕嘅朋友仔啦，咁如果長開住手機嘅 GPS 嚟做導航，又聽下歌咁樣，一日就已經冇咗幾 G 數據㗎啦。咁同埋咧，用 5G 嘅網絡啦，咁相對個速度又會穩定啲。咁起碼喺市區用導航嗰陣時咧，就唔使心慌慌話驚遲咗嗌你轉彎啊咁樣。咁所以如果咧即係各位網友咧有心水推介嘅話咧，都可以留言話俾大家知究竟邊一隻旅行 SIM 卡好用嘅。好，咁另外一樣嘢咧，又係要準備定嘅咧，就係我哋俗稱嘅尿袋，即係手機充電寶啊。咁而家大部分手機咧，相信都插滿電咧，都足夠大家用一日有多噶啦。但係如果大家係響冬季嘅時分嚟北海道，而且室外嘅活動多嘅話咧，就要留意一點。因為咧手機嘅電池咧喺溫度過低嘅環境之下咧，佢哋嘅效能咧就會降低嘅。即係以我個人嘅經驗啦，我部手機咧平時就可以捱到一日半咁上下啦。但係如果去滑雪嘅話咧，基本上朝早出發，下晝回程嗰陣時咧已經冇電啦。咁比平時足足少咗一半電有多。咁當然每個人嘅手機啦同埋電池個健康度都唔一樣，咁好難一概而論嘅。咁但係有個尿袋更新咧，就一定會比較安心少少嘅。最後咧就係 Apps 啦，咁即係智能手機嘅應用程式啦。咁以下咧，我將會介紹4個 Apps 咧，就我經常都會用到，又覺得可以幫到大家嘅。好，咁第一個啦，就係 Yahoo 天氣。咁去旅行，大家肯定最擔心嘅就係當地嘅天氣情況啦，會唔會落雨啊？幾時落雪啊？咁樣。咁呢一個 Yahoo 天氣咧，當然有晒大家最需要知道嘅情報噶啦。咁例如就係最基本嘅天氣啦，同埋溫度啦。咁仲有呢一個風勢同埋日出日落嘅時間。咁仲有唔少得未來2星期嘅天氣預測咁啦。咁而我覺得佢最方便嘅地方就係咧，佢會因應大家嘅位置咧，就會自動顯示翻嗰個地區嘅天氣預報。咁而且情報嘅準確度都算 OK 啦。咁日子近嘅天氣預告咧都有7-8成準確嘅。好，咁再下一個咧就係翻譯 Apps 啦。咁如果手機係可以上到網嘅話咧，我會首推 Google， 因為真係好方便啊！我上年去出差歐洲嗰陣時咧，都係靠晒佢咁滯嘅。一打開個 Apps， 撳個相機仔，咁之後再喺下面揀翻譯同埋需要翻譯嘅語言咧，咁只要將個 camera 對住啲日文字咧，咁佢就會自動即時翻譯成你嘅目標語言。咁真係不得不慨嘆，而家嘅科技真係日新月異啊！接住落嚟咧，就係一個叫做 Navitime 換乘嘅 Apps。咁佢嘅用途咧就係主要俾大家喺乘搭交通工具嗰陣時使用嘅。咁可以用嚟 check 呢個 JR 啊、地下鐵啊、電車啊、巴士等等嘅交通工具嘅乘搭時間。咁同埋呢個轉車嘅次序。咁最重要咧係佢有埋之後嗰幾班車同埋尾班車嘅資料。咁喺計劃行程嗰陣時咧，真係必備嘅程式之一嚟嘅。咁不過佢嘅難處咧就只會係對應日文。咁站名啊、地方名等等咧，都要係輸入正確嘅日文嘅。咁所以如果唔識打日文字嘅朋友仔咧，就要預先穩定咗啲地方名之後，再 copy paste 咁樣貼上去啦。我記得 Google Map 都有類似嘅功能嘅，而且仲支援多種語言啦。但係我就覺得冇 Navitime 換乘咁詳細，大家咧就可以試下兩邊一齊用咁啊，相輔相成咁樣，相信個效果就會唔錯嘅。好，最後一個咧又係番外篇嚟嘅，咁就係導航 Apps 啦。咁我相信咧有大約99% 嘅朋友仔嚟到日本自駕咧，都係用 Google Map 噶啦，無他嘅，因為方便易用啊嘛，又支援多種語言。但係如果講到最準確而又最容易睇嘅話咧，同埋又免費嘅日本導航咧，我係力推呢個 Yahoo Navi。咁無論係喺推薦路線啦、地圖表示嘅詳細程度啦、轉彎前嘅交通燈位指示等等咧，我覺得全部都比較係完善啲嘅。咁但係咧，佢嘅難處都係呢個語言問題。
輸入地址咧就一定要用日文啦，同埋聲音導航暫時都只有日語嘅啫。咁所以咧就淨係適合一啲咧識日文嘅朋友仔。咁或者咧可以大家考慮就係攞佢嚟做一個第二導航嚟確認路線，我覺得都係唔差嘅。好，咁今集咧就同大家介紹咗雪櫃嚟北海道旅遊嗰陣時需要預先準備嘅物品同埋手機程式啦。咁啊唔知呢一啲資訊可唔可以幫助大家計劃行程，或者可以解開到大家嘅疑慮呢？咁雖然今日介紹嘅嘢，除咗可以出國之前已經準備定，咁嚟到日本之後咧，亦都可以買得到嘅。咁例如啲保濕 cream 啊、潤唇膏等等嘅嘢咧，都好容易喺藥妝度揾得到啦。咁但係鞋啊、太陽眼鏡啊、熱水壺咧，呢啲就未必話咁方便可以隨時揾到啦。咁啊，而且價錢上面又未必會平。咁所以如果屋企係有嘅話咧，咁啊可以直接準備定先，慳翻筆錢啊嘛。咁慳咗啲錢，又可以用喺邊度咧？咁就可以考慮一下使用我哋呢個包車服務啦。咁啊，冬季嚟到北海道旅遊，最擔心嘅就梗係一啲天氣問題會影響到交通啦。咁又或者部分嘅景點係冇交通工具可以去得到啊咁樣。咁呢一個時間咧就可以揾我哋呢個 Go to Hokkaido Travel。咁啊，除咗機場接送之外，亦都有各個地方嘅定制包車啦。咁都可以輕輕鬆鬆咁樣幫到你嘅。咁大家咧就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 www.hokkaido.com.hk 瀏覽詳情啊！咁今集嘅介紹就到此為止啦。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嘅，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啊！如果對我哋嘅影片或者頻道有任何嘅意見，或者有想我哋介紹嘅地方嘅話，都非常之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噶。如果想睇更加多北海道同埋日本其他地區嘅旅遊資訊，咁就唔好唔記得訂閱翻我哋湯圓爸媽的日本記錄啦。Thank you，多謝晒大家，下集再見，拜拜。